小米的可穿戴設備發展目前都已經發展到第10代了啊！小米手環、小米手錶、紅米手錶，我們也一路玩過來，也爭論了很多好玩的第三方表盤和小程序，真的是目前最好玩的手環、手錶生態。那麼目前玩机的社群和工具也都比較穩定了，主要的社区是米坛，而工具是表盘自定義工具和去年剛出來的 S3Box。我們這期視頻就用 S3Box 来教大家簡單免費的安裝手錶上面的這些東西。不出意外的話，以後有更新了，大家直接看這個教程就 OK。然後也可以轉發給想玩机的小夥伴，就不用自己再一遍遍去教了。我们这期视頻以紅米手錶6為例來操作和演示它們的連接和安裝。米壇是總的一個論壇啊，裡面會有教程，有各種資源，我們可以直接在上面下載內容。不管是表盤還是小程序，你總可以在上面找到很多精心準備的文件。而 S3Box 它的特性就是用了比較新的架構，而關鍵的點就是它有全平台的客戶端，除了安卓還有 iOS， 然後 Windows 端和 Mac 端也都是有的，而且它還有很多好處，一個是免費，二就是免折騰，基本上登錄一下小米的賬號就 OK 了，折騰程度是非常低的。了解完這些，那麼我們現在就正式的開始。我們先來看在米壇如何去挑選資源，如何去看到第一手的信息。好，我們現在先來看米壇，它是這個網址啊，接受，然後現在它是，跟我們之前的這個樣子是有一些進化了，這個 UI 是更扁平了。然後我們可以簡單看一下這些界面。首先上面就是一個登錄，然後這邊是這些手環的一些信息，然後這個是個人的信息。我們主要就是看首頁的這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它整體是分輕智能手環加手錶，然後什麼實用工具，然後後面是安卓全智能手錶的。但其實，在米壇裡面，主要的討論都是集中在小米手環這一塊區域啊，就是輕智能手環加手錶，然後還有這個華米的一些，然後華為榮耀這些就很少，主要就集中在小米手環系列和小米和紅米的 HyperOS 穿戴系列裡面。那這裡我們直接登錄一下，這裡面我一般推薦大家直接用 QQ 號登錄，然後登錄好了之後就可以直接進去 OK。 那比如說我們今天要看的這個紅米手錶6，它就是在這裡小米和紅米的一個 HyperOS 穿戴。然後大家如果要看討論度的話，就看後面的這個留言，你看這是830K， 然後下面的這個 Hyper 系列是67K， 然後其他的都是什麼5K、3K、1K， 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不計啊。好，我們點擊進入，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啊，這裡小米 Watch S 系列，然後 Redmi Watch 4，然後我們主要就看這個5和6，5和6的它的這個資源是通用的。就比如說，如果我們是要看那個表盤的話，個人建議是直接選擇這裡的篩選，然後標籤這裡選一下表盤，然後你要小程序的話，你就直接篩選小程序，然後要固件的話就是這樣篩選。我們先選表盤，然後篩選，就有很多這種表盤，比如說這個垂直簡約數據。那就可以看到它一個大概的圖片，然後息屏的效果。然後我們要下載的話，我們是需要在這裡回復的。哇哦，非常棒！只有我們回復之後，才可以有這個下載的權限，否則的話其實是沒有辦法下載的啊。然後這裡我們就可以直接這樣下載，然後這樣一個下載就完成了。
然後大家找資源的話就是這麼找。這個大家懂了，這個就其實很簡單，就是大家在看，在米团裡面就是主要就是看資源，然後看一些新的一個消息。一般來說，出了新的小程序或者表盘的話，也都是在這裡會有一個同步的啊。你看表盘制作工具、检阅數據、太空人旋轉，然後表盘自定工具也支持红米手表6啦。那有很多的一個解決方法，那這是大家要知道的一個點。然後電腦端和手機端它的這個操作是一樣的，就是 UI 不一樣，這個我就不重複使用手機去演示了。大家都了解了米团的基本操作，那麼我們現在就開始 S-Tree-Box 的詳細介紹與操作。咱們接下來主要就看 S-Tree-Box 這個軟件是去年剛出的軟件啊，然後它在剛出來公測的時候，我就已經給大家做了一个比較詳細的一個安裝的一個教學，但是那個是只用了咱們這個電腦端，所以咱們這次會演示的更全面一點，除了電腦還有手機，而且還有 iOS。那這個是它的一個主頁，就是網頁官網。然後這些我們就不看了啊，然後什麼先進性我們也不看，我們就直接看它有哪些功能。好，你看它支持 Windows、macOS、安卓和 Linux 還有 iOS， 它都支持。然後設備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支持這些啊。那最早的是紅米手錶5、Watch 5，然後小米手錶 S3也是支持 ，S4也是支持。然後手環的話，它是小米手環9和10，它都是支持的。然後其他的一些更老一點的機型，還是推薦大家去用那個表盤自定工具。當時應該有非常多人已經是買了那個會員的，就是捐贈者嘛，那個是可以繼續使用的。大概的情況我們了解了，然後我們現在就來逐個的演示安卓、iOS 還有 macOS， 我們就先來看安卓的。然後這個軟件包我也直接給大家提供，然後大家可以直接去那個鏈接下載。首先是安卓的全部演示。好，我們現在來演示在咱們這個安卓手機上如何去安裝和使用咱這個 S-Tree-Box。首先我們準備好自己需要的這個 app 啊，然後它會提示沒有備案之類的，這個不需要管。好，完成。那米团折騰，然後這就是我們的 S-Tree-Box。然後點擊進入，它會要使用時候模糊定位什麼的，我們可以在使用中允許。那同意一下，同意一下，然後這個等一下，明白。然後你可以看，這就是我說為什麼要先把那個米团給折騰好啊？因為咱們這裡就是要登錄咱們的米团賬號，然後我們選擇登錄，然後這就會跳轉到我們手機網頁上的米团，然後這裡它就會有一個網頁授權登錄，這裡是不是攝影師雲飛？然後我們授權一下。如果你在手機瀏覽器上面按照我們剛才的步驟已經註冊且設置好了，咱這裡就可以直接登錄。然後這裡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同步我們的設備，就是從小米運動健康裡面同步。這我們登錄一下自己的小米賬號，它這個意思就是可以直接從小米的這個服務器裡面獲取到它的密鑰，然後我們安裝的時候就非常的方便啊，就基本上和小米自己的這個軟件小米運動健康的安裝是一致的。好，這裡就顯示綁定設備成功，然後我們就可以選擇跳過了 ，OK， 允許，然後它這裡就會有我們這些連接過的設備，比如說我們今天要用的就是咱們的 Redmi Watch 6，好，我們選擇它，然後連接，始終允許。剛才是因為沒有開啟那個權限。好，這樣就連好了。那我們繼續，語言中文，然後這些可以不用動，然後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就非常的簡單，在初始化的時候就已經搞定了所有的東西。
然後因為我們一開始就已經登錄好了嘛，就是米团的账號嘛，所以它這裡是直接對齊了這個米团的一個資源。那官方源米团社區，好，然後在這裡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地方去選擇我們的手錶型號，比如說我們現在是紅米手錶6，那你看就直接有這些東西了。然後我們可以找一下我們需要的東西啊，就比如说，比如说这個，我們直接選擇下載，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在這裡它就直接下載安裝，這個過程就和官方的這個是一致的。來，你看，就非常的 nice 啊，就看大家自己的喜歡。然後我們也可以再簡單演示一個，就這個伊蕾娜，然後在下面就可以看到它的一個任務，看到它的一個安裝過程。所以說，這就是目前我個人認為，我比較推薦的一個安裝的方式啊。一個是因為快簡單，然後也幾乎不會有什麼錯，而且它不僅僅只在這個安卓。待會兒我們繼續在這個桌面的客戶端和 iOS 上來給大家演示。然後 iOS 的話，它會相對來說稍微麻煩一點點，但是它也是解決了之前大家反饋的那個問題啊，就是iOS 用戶，也就是蘋果用戶，明明買小米手錶、小米手環什麼的，買的也挺多的，但是就沒辦法玩它。哎，這現在不是能夠玩了嗎？稍微折騰一丟丟，啊，這個錶盤應該是體積比較大，你看這個效果，這個大屏配上這個感覺，然後這個流暢度，絕了啊！然後同樣的，一些應用，就比如說這個大富翁，它這個是收費的，那還有這個也很有意思啊，就是這個江詩丹頓，那非常有意思啊。好，我們繼續回到我們的這個。程序，目前來說，紅米手錶6的這個資源不是很多啊。那比如說這個什麼魔方計時器，我就直接下載吧，也不管它有什麼用了。來，魔方計時器，它是這樣用。就非常不錯啊，然後也可以直接弄這個電子書，比如說我們下載，然後下載完成之後並不能馬上啟用啊，在手錶上面它是一個計算器的偽裝，然後我們還需要在手機上安裝它的同步器。現在我們已經把這個同步器下載好了，我們安裝一下之後，我們就可以非常簡單的把我們需要的 TXT 文件同步到這個手錶上面。那現在這個設備已經連接成功了，然後我們去隨便下載一個 TXT 的文件試一下啊。好，比如說我們現在下好了一個小說《慶餘年》，那我們分類未分類，然後自動分章導入，然後7點多兆，然後我們嘗試一下看能不能同步上去啊。同步，然後這裡就等待它同步，正在推送，這還是非常快的啊！然後進場之道就在其中，然後整個體驗我個人認為是非常棒的。哎呦，這裡咱們的手錶重啟了。所以說就還是會有一些小風險的。那我們點擊完成，我們可以看一下，而且它有一個非常牛逼的設計啊，就是如果我們進入計算器的話是1、2、3、4、5，牛逼不？好，然後就可以真的，這些功能真的是太他媽屌了啊！好，下一張，
好，挺好，挺好，挺好。反正電子書是肯定可以看的。OK， 好。咱們演示了這個電子書如何查看以及如何使用，然後具體然後怎麼用，就大家自己去探索吧。OK， 這是安卓端所有的一個使用。再就是桌面端如何操作。好，我們現在來演示 macOS 它的這個桌面端啊。这些文件都可以直接在官网下載，当然我也会提供下載的鏈接。然後這個應該是和我們的Windows 端是一致的，所以我就演示 Mac 端就行了。就直接安裝。其實整體的一個流程就是和手機是一致的。我這裡就簡單給大家演示一下這個登錄，然後和下載就行了。還是一樣登錄米團賬號，授權，打開，然後這裡又同步一下我們的這個設置小米賬號登錄，跳過，那你看這裡又有了我們的這個 Redmi Watch 6，然後直接連接就行了啊。那這裡我們可以開一個這個連接新設備，那就是要連接一下新設備，它這個要手動的連接。OK， 那這就連上了啊，這裡我们可以看一下，那這就已經連上了，然後我們直接安裝表盤，就是直接這樣安裝就行了。那還是一樣，切換到米團源。然後或者官方源也可以。是不是就非常簡单？因为基本上的这个操作是一致的，所以咱们这就不再具体的演示了啊。然後是 iOS 如何安裝軟件。好，現在我們來看 iTunes 它 iOS 版的一個安裝啊。然後 iOS 端因為這個軟件本身的性質，因為它要調用這個私有的 API 嘛，所以它是不太可能上架蘋果的官方 App Store 的，所以我們不能直接下載使用。所以要我們自己動手去安裝，所以才需要我們這下面的這麼一系列的步驟，有點麻煩，但是搞過之後也可以直接在 iOS 上，也就是蘋果手機上直接安裝，也是一個相對來說更便利的一個點。首先我們要有一台電腦 ，Mac 和 Windows 它都可以，然後就是要安裝這個軟件，安裝這個軟件之後就是可以給我們的這個iOS 安裝，但是每一次更新都要重新這樣來一遍，所以我個人認為還是用那個直接用桌面端會更方便一點啊。好，那但是咱們也走一遍這個流程，安裝好了之後，它是需要下載一個這個文件，下載好了這個文件，就是把這個文件，如果我們是 Mac 端的話，就是把這個文件直接拖入到這個應用程序裡面，就現在我就有啊，有我就不拖了啊，這咱們就停止，然後再打開這個軟件，打開這個軟件之後，它不會直接出現在我們的這個界面，它會在這個上面頂端這裡會有一個，然後打開之後按住，如果是 Mac 端的話， Mac 端是按住這個 Alt 鍵點擊，然後它這裡會有一個安裝這個PAI， 就是這個東西 iTunes 就這玩意兒，我們按住啊。如果不按的話，它是直接只有一個這個登錄我們的這個手機，然後按住的話，它這裡就會變成安裝。我們點擊安裝，然後這裡我們選擇我們的這個 PIA 的文件，打開它，然後這裡輸入我們的密碼。你看這裡就已經安裝好了，這個手機上就已經有了咱們的 iTunes。然後這個時候需要我們打開手機，然後下面我就用手機錄屏來演示了啊。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已经有了我们的内容 Xbox， 然後現在還是一個不能打開的直接打開的一個狀態，因為它是不受信任的開發者嘛。然後我們需要到設置裡面，然後在隱私與安全這個位置找到這個開發者模式，我們點擊開發者模式，然後這個需要我們重新啟動一下，那我們選擇重啟啊。好，現在還是切換到我們的這個錄屏模式，然後我們現在看一下，還是不能夠開啟，然後回到我們的這個隱私與安全開發者模式。好，這個時候我們就到這個通用裡面，通用，然後找到這個 VPN 與設備管理，然後這裡我們選擇信任，允許，然後這兩個 APP 應該就是可以開了，就開起來了 Xbox， 允許，然後後面的內容就和安卓端的是一致的了，這個就不重複的演示了啊。然後Windows 端也是同樣的操作，這個大家可以自己去這個 Xbox 的網站直接看這個教程，這也不重複的演示。但是我覺得 iOS 端現在來說還是比較的複雜一點，就沒有其他平台這麼簡單。那麼通過這一期視頻，相信大家都已經能夠非常明確的知道小米生態下的手環手錶應該怎麼正確又簡單的安裝第三方的表盤和小程序。無論你是紅米手錶6還是之前的幾代產品，其實流程都大差不差，資源在米團，工具用 Xbox 登錄賬號，連接上設備，基本上剩下的就是一鍵推送，整個流程不需要折騰，不需要刷机，也不需要改系統，而且安卓、iOS、Windows、Mac 全平台都能夠搞定，只要你想玩，都有办法玩。那麼希望这期视频能夠讓你輕輕鬆鬆上手，也歡迎把視頻分享給身邊想折騰又不太會弄的小夥伴。如果後續的這幾個工具有大更新，我也會在評論區或者簡介補充。那麼我們今天內容就到這裡，晚點會繼續更新紅米手錶6的長期使用感受，記得關注呀。那我是雲飛，保持思考，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